大家好，今天是10月24号，视频来聊一下狗狗币的这个举行。前2天有买到的朋友们，短线有获利，要不要先做卖出的动作？因为我感觉这个位置短线是有点压力啊，包括比特币的短线压力，目前要怎么来判断？等下来跟大家分解。不过我个人整个比特币的长线目前还是在看多，至于原因已经是很明显了。昨天晚上的美联储会议纪要，很多委员或者是他们的官员已经是在重申，下一步加息可能要放缓。那至于短线的一些大宗商品，比如说美元啊，或者是国际的油价，现在都是在跌啊。那个道琼斯指数都已经涨到天上去了，很多人还是站在空方的思维。所以我的观点是建议大家还是一样，比特币尽量要站在多方啊。复盘之前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 也可以用我们邀请链接注册 ，BROK 返用20%，或者新的邮箱注册 OK 跟 Bybit 可以不用认证啊。那么来看一下这个狗狗币前2天这一个举行的低点，你如果有买到的朋友们获利的话，我是选择在这个位置先卖掉一部分啊。短线当然只是针对短线的仓位啊，长线的仓位不要买。那为什么要在这个位置买？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举行，你如果给它划分成一半一半，前面这一根 K 线出来的时候，它整理是不是在一半上方来整理？但是这一根 K 线跌破的时候，它是不是又跑到这个一半下方来整理？虽然这2天短线是在涨，就这个一半能不能回上去，也是一个关键哦。因为没量，因为我之前是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就跟大家预期，它可能不一定会马上直接微上去，可能会整理个2到3个月。现在时间其实还不够，所以我是选择这个位置短线。感觉是有一点压力，就这个矩形的一半位置，先卖掉一部分。就短线上，如果你卖一半也可以，留一半，怕万一它上去，那就上去啊。如果是它不上去，下来呢，那你在矩形的这个低档位置看还有没有买点啊？如果是破这个矩形呢，那我之前视频有跟大家探讨过，去参考20年底部的时候，这边不是也是接近1-2倍的拉升，后面下来的话，上面有套了一部分筹码，这边是画了一个矩形。矩形你尽量在低档的位置买，有可能会有高点，但是它还有可能会挖坑，再挖一个坑才上去啊。所以，就怕的目前的矩形是不是像这个位置的矩形？你尽量找低点，那如果挖坑的话，还有一些资金准备在这种位置买啊。那除了这个位置的压力，其实再观察一下那个4个小时，4个小时就是可以观察一下，它这个位置感觉有一点过不去啊。就这里面的一个高档的一个整理区，就矩形的一半上沿的位置，这个位置一半一半嘛，上面是一半的压力区，下面是一半的支撑区，所以再观察一下还有没有压回这一个低档的位置。那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要观察一下它的4个小时的 MACD 啊，因为 MACD 感觉零轴有一点压力啊，为什么？就是因为它60 MA 啊。我们用这一条吧，这个绿色的60 MA 压在头上啊。那如果我们画一个时间去观察，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啊，整个60的成本还套在这个位置，所以这个位置先买吧。卖的话，你再观察还有没有压回的低点。那另外还有一点，买点的位置，昨天是有跟朋友们讲，就是这一个牛市线嘛。它这一条红色的周线里面，我们用周线来观察吧。就这一条红色的买点，前面2次是一直踩在这个红色的周线的20 MA 这个位置是一个买点。那上一次给大家讲的矩形低点，就是因为周线的这个20 MA 啊。那现在的一个狗狗币，其实我是觉得长线你还是要选择抱在手上，因为它目前是有牛市的雏形啊。就这一个20的 EMA 绿色的这一条，它是已经站上了这一条红色的20 MA。那我们参考再跟大家聊一下，就昨天的一个知识嘛。20年的时候，当时整个牛市是怎么上去的？就是这一条绿色的20 EMA， 从来都没有死叉过红色的这一条20 MA， 所以这就是一整波非常大的一个行情啊。那我这一次的观点就是，你尽量。如果是还想买的朋友，你再观察它还有没有压回矩形的一个下沿的位置，就是这一条红色的，因为现在周线里面已经是绿色的这一条已经是金叉了，交叉站在这一个红色的上方，只要有压回这个红色的20 MA 周线里面，
它是很重要的一个中线的一个我们散户的生命线。有这种低点的位置，我是选择一定要买啊。或者是它真的有在破吗？那我们就观察吧。如果这边整理个2到3个月的矩形，万一是在破嘛，破的话，这下方就这个矩形上沿。前面有跟大家讲过，还有一个买点是在 0.066。当然，有些朋友是讲可能会不会再回到那个 0.05， 你也要准备一些资金啊。如果是真的再回到 0.05， 反正就尽量选择买卖，因为现在整个环境已经不同了。前面在这个低点的时候是跟大家讲，链上的数据是有显示，就这个视频啊，就这个视频嘛，这个视频是有跟大家讲，链上的数据是有可能比特币真的已经见底了。那另外还有整个环境也是已经不同了。就昨天晚上我们可以看一下美联储的会议纪要，11月份的，联储的大多数决策者他是同意很快就应该放缓加息步伐。很快哦，现在是用很快这一个字啊，那说明就前几天我也是有跟大家讲，美联储的很多官员都已经在新闻里面是在发声。目前整个美联储的当下之重就是看什么时候利率应该是见顶，见顶的利率在哪一个位置，是不是在 5%？ 因为现在的整个利率都已经在 4% 了，离 5% 就一步之遥啊。所以如果是放缓加息步伐，有可能是在提前说明下一步的整个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有可能就是会拐弯哦。当然它有可能在 5% 的高位会维持个一段时间，是不是要维持半年，还是说维持几个月，我们都不知道。但是现在的一个整个大宗商品，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反应。之前在这个美元高位的时候有跟大家预测过一次，如果我们画一个整个长线的这一条黄色的这一条美元指数的一个倾斜的压力位，当时是在05年、04年低点，还有06年的这2个低点，这一个低点，这一个低点，你画过去的话，这一个高点是压力过不去，这是周线啊，这个高点压力也是过不去，这个高点也是压力过不去。那这一次就是在114的位置命中，有时候这种线是很难猜测的，但是画起来后我也是没想到这一次真的就在这个位置，因为前面的几个高点，一个是在16年，一个是在15年的高点过不去，就是这一条黄色，我们可以把白色的关掉，然后还有一个是在09年的这个高位，就是过不去啊。所以现在既然整个美元指数，那我们再观察一下，它是基本上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头部，而且整个趋势是向下的情况下，我的观点是整个全球的风险资产未来你就尽量给我往上去看啊，因为你可以看一下道琼斯指数，现在已经是非常的明显啊，都直接是单微转啊，当然这边也是有一个双底啊，为什么要去看空这个美股啊？那我的观点就是比特币虽然这一次抄底抄的不是很漂亮，有些朋友可能是有亏损，我也是跟大家讲，实在是对不起啊。有时候底部确实是我也不是神啊，抄在这种位置，没想到有这种黑天鹅事件下来。那下来的话，我的观点是，如果是期货的朋友们，你一定要设止损，但是现货的我倒是不担心啊。那至于短期的比特币，我们要怎么来观察？我们可以看一下，就4个小时，这2天有跟大家讲的。前面的这一个矩形是破位啊，破位有跟大家讲过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就是16300美金。你如果是真的是一个矩形破位，为什么在这2根盘中感觉是有人在拉？上影线是很长哦，我们可以再观察一下，上影线是很长，就这个上影线，在这个上影线。那昨天已经跟大家讲了，这一根就是主力的表态，表态什么？这不就是一个塔形底嘛？一根下跌，然后一根上涨再呼应，而且是4个小时只整理的4根，直接单根拉上去，那就说明主力已经是很明显的表态，我这边破底方已经是成立了，不是在这一根啊，在这一根已经是成立。那成立的话，现在短期的压力要怎么来观察？其实现在整个图形都还可以啊，4个小时整个趋势是非常的明显，而且目前都是在强势震荡。当然，也低点的位置这边为什么会再踩这个位置？就是在踩这2个上影线的高点，是在16300附近。昨天为什么又回踩？就是在踩这个16300的支撑，是很强的一个支撑区哦。所以我们再观察一下，如果还有一些朋友还想再
就是短线上想再做多的朋友，你再观察一下还有没有这个位置16300，是很强的一片支撑区。那至于压力呢？压力我要跟大家聊一下，是这样子它这个矩形不是一个破底嘛？破底既然能重新放到这个矩形里面，当然短线上的一个压力是在17000左右，17000是4个小时的这一个高点，还有这几个高点是在17000，只是我是在想，它17000会是一个压力吗？在日线级别里面也是一个压力，等下也要跟大家讲。既然你能把这个矩形破下去，挖了一个陷阱，重新放到这个矩形，那就说明应该是要突破这个矩形因为陷阱的位置就类似战争里面，有时候它是在假装撤退，然后是要真的进攻，所以我的观点是17000不一定会是一个压力不过日线也是有一个压力位就是这个20MA 目前的20MA 是在$17300附近，它可能过2天也会来到17000，所以当下如果是短线的朋友们，你尽量观察一下17000这个位置会不会有一个压力，最后还是一样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